我们对间谍这个自古就有的职业那是既熟悉又陌生。美国就针对间谍的问题发布了一部为联邦调查局解密间谍的纪录片。近日，媒体透露，我国针对境外间谍展开训练2020专项行动，破获多起我国东南某省的间谍案，引起网友们的热议。我们对间谍这个自古就有的职业那是既熟悉又陌生。很多人对间谍的印象也是来源于影视作品，比如大名鼎鼎的《间谍007》，总是一身黑西装，神出鬼没地执行任务。现实里可能没有这么炫酷的间谍，但是他们像幽灵一样潜伏在我们的生活中。最近，美国就针对间谍的问题发布了一部为联邦调查局解密间谍的纪录片。该纪录片记录了 FBI 在2000年至2010年之间追踪的10名俄罗斯间谍，这10名间谍都在俄罗斯受过系统的训练，观看了大量的美国电视和电影。这不仅让间谍可以了解美国的文化，还可以在日后与美国人相处时有更多的话题。FBI 称，这些间谍也时常进行秘密活动，并将情报传递到俄罗斯。间谍们通常在人烟稠密的地方接头，还会在火车站运送现金或其他贵重物品。据记录，有一次，一名俄罗斯人在纽约市外的一个公路休息站周边埋了一笔巨款，一些间谍负责使用短波无线电中既加密这个信息，另一些间谍再将密信隐藏在他们发布于互联网的原数据中。然而，早在10年前，这些俄罗斯间谍就被 FBI 盯上了。很早的时候 ，FBI 就开始监视他们的电话以及电子邮件，并在其家中植入秘密麦克风进行搜查。2010年夏天，这批间谍全部被捕，并被送往俄罗斯交换西方的情报人员。据说，这是自冷战以来俄罗斯与美国之间最大的间谍交易。而 FBI 的反间谍套路不可谓不深。当然，国家机构间间谍与反间谍的较量的确很精彩。那么，反间谍这事儿与咱们普通人有什么关系吗？答案自然是肯定的。尤其是中国网友对反间谍这事儿更有套路。典型的案例就是你知道宫廷玉液酒的下一句吗？前几年，微博上有一位境外人士冒充中国大陆人士，一下子就被识破。原因就是他说我是中国北方人，我是中国人很常见，我是北方人也很常见，但是在国内自称中国北方人真是独一个了。当时就有机智的网友拆穿他，并提问他知不知道宫廷玉液酒的下一句是什么。这出自经典春晚小品，知道答案的小伙伴可以在评论区打出。老实讲，间谍活动还是很普遍的一件事儿。国内一些高校的学生和一些国家单位的员工都是间谍青睐的接触对象，他们或采取套话或利诱等形式搜集情报。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牢记保守国家秘密，维护国家安全是我们每一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发现疑似间谍人员，应该报告给国家安全机关。另外，举报间谍行为最高奖励50万。